在基西杜谷的另外一条运输线上，另外一批药品正通过货运司机阿里桑的二手卡车进行配送。为防止药物受到挤压而破损，它被放置在了车头顶部导流罩下方。阿里桑的老旧卡车故障频繁，为了确保旅途万无一失，他会不定时对卡车进行检查。旅途人烟稀少，如果车辆出现问题，将很难得到维修。基西杜谷是阿里桑旅行线路的中间站，也是他的家。在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之前，需要卸车和装货，等待新的乘客和货物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他决定在发车前抽空回去陪家人吃个饭。久未谋面的阿里桑受到了8个孩子的热烈欢迎，50岁的大老婆给了他一个亲切的拥抱。他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妻子，是21岁的艾丽卡。在几内亚，虽然是二手车，但也极少有人能买得起。阿里桑是通过借高利贷才购得一辆老旧卡车，高额的利息和车辆频繁的故障致使阿里桑收入微薄，一大家子只能依靠非洲最朴素的食物撒扎来果腹。这也是家里能为阿里桑准备的最好食物了。撒扎又称西马，由于其经济实惠的优点，成为整个非洲很多地区的主食，也深受穷人的欢迎。地处西非的几内亚主食虽是大米，但很多经济拮据的家庭也会购买西马来果腹。这种食物吃饱一顿，一整天都不会有饥饿感。制作方法是将玉米面倒入开水中，不停地搅拌，在控制火候的同时，还要不时地添加玉米粉来控制粘稠度，直到锅中的玉米糊能捏成团状即可出锅食用。有些家庭还会搭配蘸料或其他配菜。虽然只是粗茶淡饭，但是阿里桑一家吃得津津有味。阿里桑说，为了养家糊口，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微薄的收入使这个大家庭连吃饱饭都成为了一种奢侈。说着，阿里桑递给大老婆1万几内亚法郎，折合人民币不到10元。在物价极高的几内亚，这点钱对于阿里桑的大家庭来说显得杯水车薪。妻子对丈夫交上来的这笔生活费十分不满，并把钱扔了回去。阿里桑有苦难言，他翻开2个口袋，再也找不出多余的钞票。这场本来其乐融融的家庭聚餐，伴随着妻子的抱怨和阿里桑的无奈，草草收场。作为一大家子的顶梁柱，阿里桑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眼下的困境让他不得不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剩余旅程道路泥泞坑洼，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满载货物和乘客的老旧卡车还未驶出小镇，便开始疯狂咆哮，并不断冒出阵阵黑烟。从基西杜谷到托科努全程65公里，旅程顺利的话，阿里桑6小时即可抵达。但雨季糟糕的道路状况使卡车的抵达时间变得不可预知。阿里桑说，常年行驶在这样的路况中，车况正变得越来越差，可能不等还完贷款，卡车就会报废。他现在只能听天由命。雨林道路湿滑泥泞，车辆遇困的状况，乘客们司空见惯。为减轻车身重量，所有人都会自觉下车。男性乘客一般都会主动帮助遇困的卡车脱离泥沼。长时间的雨水浸泡使得土层渗水很深，即便铲掉了表面一层松软泥土，卡车的抓地力依然很差。他们不得已使用煤炭作为填充物来增加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虽然顺利脱困，但却损失了2大袋价格不菲的煤炭。卡车刚驶出泥沼，乘客还没来得及上车，前方的积水坑就又给阿里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好在旁边道路干燥坚硬，给足马力后，卡车顺利驶出。接下来的一段旅程，路况相对较好，阿里桑可以挽回一些耽误的时间。在几内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民众生活艰难，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当地的法律执行体制也不够完善，致使偷盗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案件时有发生。阿里桑曾在3个月前遭遇了武装抢劫，劫匪抢走了他所有的积蓄和货款，总共高达250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2万块。这对于他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眼下他的处境无比艰难，阿里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交通体系一直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几内亚受制于财政有限、资源短缺和经济困难等因素，这限制了政府投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另外，政局动荡和不稳定也导致政府无法有效规划和执行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包括改善交通状况。
其次是几内亚的地理条件较为复杂，拥有大面积的山区和热带雨林，还有西非3条主要河流都发源于此，气候终年高温多雨。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建设和维护道路的难度。几内亚目前没有用于客运的铁路，而空中路线价格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国内唯一运营的铁路有3条，总长约400公里，全部是铝矾土矿的专用铁路。根据几内亚工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21条国道，其中仅8条为沥青路面，另外13条国道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尤其是城镇和乡村之间的运输线，一到雨季就变成地狱之路。在这样的旅行线路上，卡车走走停停，不断考验着乘客们的耐心。他们支付高昂的乘车费用，却备受旅途的折磨。这位乘客说，以前在这条线路搭车只用支付10欧元，现在车费的价格涨了3到4倍，这相当于人民币近300元。这个价格对于几内亚普通居民来说是一笔极大的开销。雨季的几内亚降雨频繁，好在阿里桑的卡车上配有遮雨布，这能为车斗内的乘客和货物提供庇护。雨后的丛林气温最低可降至15摄氏度，而正午的温度则能上升到35摄氏度，潮湿闷热。短暂的雨水过后，艳阳高照，阿里桑的这次旅程还算顺利。经过一路颠簸，满载乘客和货物的卡车终于抵达目的地托科努。车辆的到来也为当地一些小送货员带来了生意，他们聚集在卡车周围等待雇主，每送一单货物，他们能赚取几毛钱的报酬。阿里桑运送的药品很珍贵，需要在第一时间送达。这里没有药店，药物一般是在当地的杂货铺零售。不大的店铺商品琳琅满目，食品饮料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